九多两部件在 PlayStation 硬件设计上所做的技术规划几乎100%都精准奏效。硬件架构的成功，最直接的成果就是让主机内部所需的零部件数量大幅减少。1994年12月发售的初代 PlayStation 主板硬件 SCP-H-1000 主板部件数量约750个，到了1995年7月推出第二代主板 SCP-H-3000 就减少到了650个。再经过1996年3月第三代主板 SCP-H-3500，到了1996年6月的第四代主板SCP-H-5000 时，零部件就已经缩减到了550个，而1997年11月的第五代主板 SCP-H-7000 更是降到了450个。也就是说，硬件部件数量从初代主板到第五代几乎减少了一半。虽然内部构造发生了改变，但在主机外观上，这些机型完全一样。索尼宣传部的佐伯亚斯曾经感叹：“明明硬件就一种型号，为什么公司里要养这么多的工程师？”这个疑问其实只要打开新旧主机对比主板硬件就能明白。主机部件数量能减少到这种程度，正是九多两部件所提出智能架构的成果。在 PlayStation 的设计阶段，九多两部件就提前在硬件架构里埋下了一个机制，一旦主机进入大规模量产，这种架构会让制造成本自动随产量增加而降低。这样一来，不管是要减少零件数量，还是要提升生产效率，都能灵活应对。一般来说，减少硬件部件数量是为了降低成本。然而，九多两部件的想法却不同，它的目标是提升生产效率。刚开始 PlayStation 上市初期，月产量大约30万台，这个生产数量对索尼来说并不算特别庞大，用现有工厂稍微追加一点资金就能满足生产。后来随着销量火爆，月产量提升到70万台，这时问题来了，工厂里现有的关键生产设备部件贴装机已经负荷不足。更棘手的是，这种贴装机非常昂贵，而且如果要先购置一台，从下单到投入使用需要几个月的时间，根本赶不上市场需求的速度。为了避免产能不足导致市场断货，九多两部件下令必须缩减主机部件数量，否则市场需求再高，工厂也根本跟不上，更何况还要应对海外市场的需求。九多两部件为了避免产能不足的问题，事先就制定一个长期计划，要不断缩减主机零部件的数量。而具体执行这个计划的人叫田尻兵，当时他是 PlayStation 的核心技术负责人，后来他兼任 SCI 的常务董事兼技术本部部长。田尻兵在接受到九多两部件的命令后，便带领整个团队全力投入，按照计划一步一步的减少主机零件数量，并稳步达成目标。田尻兵解释道，哪怕是再便宜的部件，数量一多，也需要相应的生产设备，必然拖慢速度。可是，如果能把100个部件整合成一个，那么设备就不再需要，生产工序简化，生产速度也会大幅提升。此外，田尻兵还把目光放在如何优化电路基板 PCB 上。一般来说，电路基板 PCB 的进步指的是做得更加复杂，把基板做成多层结构，这样就能在有限空间里安装更多的元件和 IC。但田尻兵的优化思路完全相反，他不是要增加复杂度，而是要让基板变得更简单，用简化设计来提升生产效率。最初 PlayStation 电路板是4层双面基板，结构比较复杂，后来改进把它简化为2层双面基板。虽然层数减少了，但零件还是得安装在电路板的2面。再进一步继续优化主板，他们做到了只在一面安装零件，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，因为工序更少，装配速度也会更快。随后接着优化，他们还把电路板的尺寸缩小到原来面积的2/3，最后变成12×19厘米的小型基板。能做到这样不断做减法，是因为 PlayStation 架构本身足够简洁优雅，让硬件设计有简化的空间。游戏机一旦上市，只要这个平台还活跃，就要持续生产很多年，满足玩家需求。所以在最初设计架构硬件时，就必须提前考虑未来的扩展性，让机器能适应之后的改进和优化。第二点就是成本下降的机制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能够通过简化零件，把生产成本不断压低。这种前瞻性的硬件设计需要极强的元件。PlayStation 之所以能大获成功，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九多两部件具备这种元件，在一开始就为后续的发展铺好了道路。大量生产这个课题，同样在设计层面被彻底追求。PlayStation 的外观设计由后藤真佑索尼企业设计中心艺术总监全程负责。他特别重视的问题是，怎样的设计才能让硬件实现大规模量产。九多两部件在半导体采购阶段就有这种想法。
后藤真佑则把这种思路贯彻到外观设计中，让设计不仅好看，还能符合工厂流水线快速生产。后藤真佑说，既然目标是大规模生产，那就要尽可能简化，做到闭着眼睛也能组装出来的程度。目标是让工厂能在几分钟内生产出一台主机，为此他经常深入生产现场，与工程师一起探讨。即使有人说这个设计在技术上做不到，他也绝不退让，而是与工程师一道研究要怎样调整才能既保持设计又提升生产效率。1994年秋，莫根津工厂正为 PlayStation 手臂出货忙得不可开交。这时，他们却发现一个重大问题：手柄数量严重不足。原计划只要主机本体出货30万台，手柄就生产30万个，因为这是标配。但他们忽然意识到，玩家如果需要玩对战游戏，那就意味着1半以上的用户会立刻去买第2只手柄，所以实际的需求是60万个。后藤得知消息后大吃一惊，但并没有推开问题，而是直接跑进工厂研究瓶颈在哪里。结果发现，手柄塑料外壳的成型压制每个需要1分钟。不过能缩到50秒就能追上需求，但压缩生产时间会让手柄表面出现光泽瑕疵，影响质感。为了解决，他亲自拜托模具师傅通过调整温度与压力微调工艺缩短时间，又保留了手感。这种对细节的执着，保证了 PlayStation 在外观、质感、手感上的一贯品质，而且并没有牺牲生产效率。后藤总结说，像电视这种成熟领域，设计师没必要介入生产细节，但 PlayStation 完全是新事物，所以我必须亲自深入，才能把设计与量产真正结合起来。久多良间的想法始终是生产便利性优先。在生产性与使用便利之间发生冲突的典型事件，就是著名的光盘托盘事件。大贺典雄与久多良间的关系有点像顽固的父亲与倔强的儿子，两个人都不妥协，常常直接顶撞。当时大贺典雄提出，游戏光盘必须加上保护托盘。保护托盘就是为光盘加上一层保护外壳。大贺典雄坚信，信息面暴露在外的光盘一定要保护。CD-ROM 的数据随身听就用过保护托盘。MD 也用过，这些都是大贺典雄的指示。甚至对于 DVD， 大贺典雄也认为应该加上保护壳。大贺典雄的想法其实很简单，为了避免事故，大贺典雄是这样说的：游戏是给孩子玩的，孩子可能会用手乱摸，甚至沾上冰淇淋，一旦弄脏、读取不良，用户就会抱怨不休。售后服务点必然会收到大量无理投诉，所以我坚持要用保护托盘。然而久多良间对这一点却强烈反对。大贺先生，这一点绝对不行。保护托盘会推高制造成本，价格也会随之上涨，而且既不好生产，也不方便使用。我无论如何都反对，哪怕是您的命令。不合理的东西就是不合理。您要知道 ，PlayStation 的使命之一就是把光盘价格压到超级任天堂卡带的1半以下，而这一切建立在 CD-ROM 便宜且易于重复生产的前提上。如果加上保护托盘，不仅成本上升，生产速度下降，还会妨碍市场所需的快速再生产，而且对用户来说笨重又不方便。诚然，它能防住冰淇淋，但坏处远大于好处。听完久多良间的想法后，大贺典雄选择让步。好吧，保护托盘就算了，不过你必须想个办法，让 PlayStation 的 CD-ROM 与其他平台的 CD-ROM 以及音乐 CD 有明显区别，否则银色的 CD 看上去都一样。久多良间接受了这个条件，于是索尼团队想出的办法就是把光盘染成黑色。大贺典雄后来回忆说，仔细想想，其实任天堂的 Master-ROM 卡带本身就相当于一个保护壳，反过来讲，不加保护托盘反而更能与它们区分开来。虽然当时我和久多良间争执过，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。如果加上保护托盘，快速再生产一定会受影响。这件事算是久多良间赢了。我也承认，至于担心脏污导致的读取投诉，结果几乎没有发生。毕竟 CD 问世已经10多年，父母早就已经教会孩子们如何正确使用了。在解决完量产问题后，久多良间的团队之后又该怎么做呢？这些问题我们将留在下一期视频继续讲述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，不妨在油管关注阿段的频道，为我的视频点赞，让更多人看到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